它有可能甩一甩就飛出去了。我剛剛看到，我剛剛有沒有看到護着它？OK， 我剛剛 get 到了。OK， 我會在我的這個綠綠的裡面加上這件事情。這邊是登機前廣播，最後登機呼叫。這裡是機長 King 廣播，感謝您搭乘阿金宇宙航空，本次航班編號 TK0701，將由台北小巨蛋飛往火星，時間是2026年7月1號正式起航。目前航班已經開放登機，請尚未登上太空船的旅客加速登機。提醒您，此趟航空不提供保證，不提供承諾結果，也不接受等我準備好再說的登機理由。如果您正在猶豫，不是因為您不夠好，而是這是一趟真正會改變你人生的旅程。再次提醒 ，VIP 登機門即將關閉。阿金宇宙航空提醒您，人生中有些航班錯過了就不會再加開。謝謝您準時登機，再會。Hello， 各位。呼啦。來，我們上一集，你這集要講什麼？怎麼樣？我忘記要講什麼。我剛剛聊到啥 ？Sorry。你剛剛說你對我們很嚴格，那你有深刻反省這件事情嗎？沒有。你看，誰他媽要反省這事？我為什麼要反省這事？你剛剛不是說太嚴格了嗎？太嚴格不就意味着要反省一下嗎？但我也覺得現在應該是我們團隊 size 最大的時候了。我認為7個人嗎？我認為我們應該，我認為要這怎麼講？要再組合出新的人，應該沒有那麼容易了。因為每一個階段在遇到我們的人，他只會越來越有工匠感。他比較不會有我們這種連結了。應該是說我们现在越来越需要有工匠感的人。我也同意。对，才能办法把我们。但那就是我们的 L2 之後的人了，他不會再有這種像我們有這種感覺了。我覺得我們他媽的經歷太多他媽的雞掰的事情啊！你這就是海賊王要就加新團員要過很多集啊。對啊，他沒有辦法，因為他沒有一個角度可以加進去啊，除非那個人他的故事已經很完整了。你才有可能會有辦法走在一起，不然你要怎麼走在一起？我有點難以想象。到了一個增加一點點你都覺得有點複雜的階段，對，然後他要理解一個複雜的溝通系統、複雜的運作模式、複雜的對外連接，然後讀懂很多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判斷模式，我認為沒有那麼容易。同意，但我覺得不一定不能這樣，應該這樣講，因為我覺得團隊的 size 是我們決定的。沒有，後來我覺得不是。不是嗎？不是，好像不是我們決定，世界決定。我也海力。團隊決定的，團隊 size 我們決定不了。我講真的，比如說我們現在擴大招募哈 ，wait and see。還是先不要wait跟 see。因為我們每一天都會收到很多人就 apply 他們的東西給我們，對，說我想要這個地方跟你合作，那個地方跟你幹嘛？對啊，我們也沒有說哦 OK come in， 我們沒有這樣啊。所以如果我們真的很好搞的話，他不會這樣。我們很難搞，好不好？我真的覺得我們很難搞。我們蠻會掰手腕的。我想到那一天有人抱怨我很難搞。對啊，而且不止一個人。所以我跟你說，這事沒有那麼簡單。可是我們很難搞，不代表不會有人就說啊，我知道，他感覺比較像是這可能是一個拼圖，他拼完了。所以你沒有下一篇拼圖可以。沒有，我們身邊的人都不見得是我們現在的一時之選。我指的是團隊。對，但是我們一直把它，就是我講我們的 coating， 我們一直把自己運作成彼此的一時之選。同意。就是我現在不選你們，好啊，幹我让人生氣啊，團隊解散。但我可能還是會慢慢自己走回去找你們。快到 text 我們這樣，很沒志氣。就想說啊，幹這做事情太爛了。小俊那個，做外圖，Peter 那個歌，我可能還是會這樣。海力那個社群媒體計劃表，不好意思，幫個忙這樣，可能還是會這樣哎。所以你融任何一個新的東西進來，都不是很容易。我不曉得大家會不會有這種感覺。同意。對啊，我沒想到那裡去，就是不是很好理解我們的工作方式跟
默契，儘管我們認為我們已經可能說了很多次了啊，對，因為我們跟幾個比較近的老闆有展示過我們細節的內容嗎？哦，他們是腦袋炸掉，腦袋炸掉，什麼？真的假的？這可以嗎？你這樣說了嗎？對，对，哦 ，I got it。所以我覺得就包含就是後來加入的，也都在這個 culture shock 當中重新的還在 shock 哦 ，until now 還在 shock。那昨天 baby shock 是不是？昨天，反正昨天有一個人就問了我有一件事情要怎麼解決這樣子。OK。好，那我就跟他講了我的解法。然後10分鐘之後，他就回我說他用了他的解法，他沒有用我的解法。哦。然後他就說，就是我聞到災難的味道。對，他就說他想確定一下，我會不會因為他沒有用我的解法而我會生氣。我說不會啊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判斷。然後括號就是如果你能夠接受你的解法會帶來的結果。就好啦。但是我們團队一直都是這樣子的風格啊。他沒有一個你一定要聽誰的。有一個，假設有一個很 rookie 的管理者。rookie 哦，一個 rookie 管理者。OK， 好，跑到你面前，對，說小軍，我不知道我的團隊要怎麼能夠像你們這樣。如果我只有很快能夠佔用你3分鐘，對，你能夠給我什麼樣的建議？去找 Kim。幹你老師，你可不可以把3分鐘用滿一點？Ask your mom。那我會，你有聽過那首《媽媽之歌》嗎？把紙跟筆拿出來 ，K at K I N。不是你們有聽過那首《媽媽之歌》嗎？天哪，你們要去 Google， 反正那個《媽媽之歌》前面又很有趣，就媽媽會講很多話，然後那個作者就說 ，OK， 很多人都問說為什麼沒有《爸爸之歌》，然後呢？那個爸爸這叫 Ask your father，father 只有一句話 ，Ask your mom。我現在概念就是看過那首歌，那一個女高音，对，哦，那個很好笑，就 Google 一下。好 ，Ask your mom。对 ，Ask your mom， 媽媽之歌 ，Got it。就是對啊，因為有很多人會問我說，我想知道怎麼找到阿金團隊的成員的這個類型的團員，那我都回他說，我覺得你問錯人了。因為事實上我是被找到的，所以你要問找到那一個人，我懷疑你去問 K。這個問題應該要問你，不是問我。我真的不知道，我沒有答案呢。好想一下 ，OK， 好，一個小子，年輕人管理者，跑過來問我說：“嘿，我該如何打造出像你們一樣的團隊？”禱告吧，我知道。不知道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啊。因為畢竟我在團隊就是第6人，我真的沒有什麼中心思想，我就第6人。運氣要不錯，我覺得。哦，對，這個的確是運氣要不錯，很大的部分。然後我覺得你可能要一直，我記得那個時候有機會送那個小金魚跟海麗去進修的時候，對，小金魚那時候在 LINE 裡面跟我講話，他說你不應該送我們來這種可以看到更大的地方的地方。我說你真的不應該。對，他說你看你把你团隊裡面2個數一數二好強的人送來這邊，對，他們看到太多新的東西，然後回來之後我們就進了一輪新的迭代，接着去年了，他們又做了好多這種自我進修的事情，每次回來他們都有新的啟發，我就覺得哇，怎麼會有人會一直想要精進自己？因為我看到很多团隊其實是沒有精進自己的。就整個團隊的迭代或者是成長是沒有自我驅動力啊！我想到了，我覺得他要找真的 enjoy 在做這件事情的人，因為如果你的就說如果包含我們都很 enjoy 飄舞，是不是？哦 ，Ashley 我蠻 enjoy 的，我覺得他有很多很幽默的地方。我靠，連 Ashley 都 enjoy。對啊，那 Ashley 嘞？就是如果你很享受你在做的事情，你就會很自然的一直往這個地方 make sense 靠近，因為你就會浸泡在裡面嘛。你說跟人生一樣，對，就跟人生一樣。哦，他在双關，你知道？對啊，就跟人生一樣，當歸嘛，對啊，一條泡在罐子裡，烏拉草是不是？
就類似這樣。所以如果說找來的人都覺得這就是一個工作，那他就會只產出工作的結果。但如果每個人都覺得，就是說像，因為我們去年有2個活動是我跟海莉一起去的嘛，對。那我跟海莉觀察點就是截然的不同。比如說海莉會很關注這個劉潤的簡報的邊角用了一種類 3D，然後他講了之後就說真的耶。然後我就說，可是你看這個椅子，它顏色不一樣。你看這個袋子內容，我剛看了一圈，大家不一樣。懂你。所以我們會在我們自己享受的地方去研究。當然，我們2個會有共同的，就是我們2個會說，這個內容真的好這個內容的密度我們喜歡。懂。對。你捕捉的東西是什麼？是不一樣。对。但是如果那个人毫無對這個事情毫無知覺，他其實也不會做任何事情。他會覺得很無聊，因為你說你去聽藍，你去聽劉，或你聽羅，好，他們3個哪一個人東西？你已經把全中國可以聽了，而且還不得罪人家的方式講出來。他們的東西哪一個你在網絡上找不到完整版的？基本上你都找得到嘛，對，所以你並沒有一個理由是你一定得飛去現場聽。我同意。對，那所以你一定有在這個地方之外，你還想要知道的事情，那個東西一定是你 enjoy 的。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去聽藍的時候，因為藍不是會 upsell 很多不同的事情嗎？然後我們有一個晚上就討論，如果你現在可以刷卡，對，你要刷哪一堂課？我們兩個很認真討論哦。然後我們2個想刷的課完全不一樣就是我覺得很有興趣的課，他說不行這我去我社死就直接不行我說怎麼會？這聽起來很有趣。然後他想買的課，我說我一定會睡着。什麼魅力表達課跟什麼營運數據什麼課？你怎麼知道？他說我跟你講，我覺得那個營運數據那個表格很有趣。然後我就說你是想要上那個導演的課是不是？對，我想再上那個。我知道。我覺得那個很酷是不是？好 ，OK。他說，可是我想上那個數據應雲表。他說，我跟你講，你不是那個表，如果我們可以知道展開什麼內容，哇，我們會得到很多東西嗎？然後我就問他說，我們還會得到什麼？我們還需要知道什麼？對。然後六說，我就會很觀察說，我跟你就是你看他 sale 的時候，他們從來沒有看過後面，因為他是願意買的人來台上跟他握手之後往台後走，然後那一個藍他從到尾都沒有看過後面。我說哇，這個氣勢我很喜歡呀，我們學這個氣勢。然後我就看一下海莉電腦，他在寫課程結構。0到5分鐘的時候，他說了這個。那課程結構不在我的大腦裡面，然後我的大腦裡面是4天級結構。我說你看他第一 part 先這個，然後第2 part 接他，然後這個外面攤位連什麼？以後如果我們有一個大的活動想成長的話，對這個贊助商。海莉有一天晚上傳了一個訊息給我。對。他跟我講說他對於火箭計劃的想法，這樣蠻感動。對說實在蠻感動。這寫的很好像寫給乾隆皇帝那種概念，你知道嗎？我操，冒死進諫了，你知道嗎？寫的蠻可悲可氣的，可歌可泣的，說實在。可歌可泣。對啊，我覺得就是大家有沒有享受在這件事情裡面？像我們最近也在跟 P 討論，就是創作，因為 P 要寫歌嘛。那是一種類型的創作，但那個時候我從你的分享裡面得到了一個啟發，就是對你來說創作就是把自己活好，對啊，就是你把自己活好，你本身就要進行創作，對啊，所以就是這個可能也到時候會成為我推薦你書裡面的一個 part，就我覺得你是一個把自己還沒寫嗎？他還沒，看他書根本還沒寫完，他以為在 update 他的序這樣子，對，我長得像是書還沒寫完會寫序的人嗎？然後覺得把自己活好，蠻有道理，就是生命即是創作，對，蠻喜歡這個邏輯的。好吧，我們下一集要聊啥？下一集見，下一集拜。